于朦胧的百家号突然被人改成一串怪异的乱码，他的手机、他的账号如今落在谁的手里？而就在同一时间，9年前离世的乔任梁，他的父亲突然因吃死蟹住进了医院。一位海上漂了大半辈子的老轮机长，会不知道死螃蟹不能吃？一直沉默并隐身的辛奇，生活经历被深扒，华丽变身太戏剧。当资本可以篡改奖项，当权力可以改掉一个人的名字，那些我们以为过去的故事，其实正在重新开始。到底是巧合还是警告？今天，让我们把这些线索一条一条接回到真相。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袁成。于朦胧离奇离世这件事不但没过去，反而越来越邪门了。就在前2天，有网友发现于朦胧的小红书账号突然被锁了，禁止评论，禁止私信，就像是有人要把他粉丝的嘴彻底封上。紧接着，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他的百家号，也就是他在百度上的官方账号，被人动了手脚，原来的名字于朦胧3个字不见了，变成了一长串看不懂的乱码。你想想，人已经不在了，手机和账号肯定在某些人手里，这群凶手拿着受害者的手机，想怎么改就怎么改，仿佛是在向所有关注真相的人示威。在这个圈子里，他们甚至能抹去一个人的名字，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。就在于朦胧的账号变成乱码的同时，另一位9年前离世的男星乔任梁的家里也出事了。最近，乔任梁的名字又一次冲上了热搜。为什么？因为乔任梁的父亲突然住院了，而且原因非常蹊跷，吃死螃蟹中毒。咱们来捋一捋这件事。乔任梁的父母，也就是高彩萍和乔老爷，在儿子走后这几年，一直靠拍美食视频生活，粉丝都有900多万了。就在12月10号，网上突然传出乔老爷躺在病床上虚弱无力的画面。据老人自己说，他是因为舍不得扔家里放了3天的螃蟹，一口气吃了10只，其中有8只是死蟹。吃完之后就开始发烧、呕吐，本来退烧了，结果病情又加重，不得不送去抢救。这里有个细节特别让人想不通，乔老爷子退休前是远洋轮船上的轮机长，大半辈子都在海上漂。虽说他拍视频前不怎么下厨房，但他毕竟是海员出身，对海鲜、对食品安全能一点常识都没有吗？网友们都在说，就算是活螃蟹，一口气吃10只，年轻人也受不了啊，更何况是死螃蟹放了3天。这哪里是节俭，这简直就是在拿命冒险，甚至像是在自残。有人指出，乔任梁案的凶手和于朦胧案的凶手有很多是一样的。最近于朦胧案炒得沸沸扬扬，关注度很高，是不是这些凶手要灭口呢？于朦胧出事后，太多人想起了9年前乔任梁那张惨不忍睹的照片，想起了当年那些没有被解开的谜团。毕竟，乔任梁生前曾在颁奖礼上公开说过有一个仇人，并直言对方的特长是能把白的说成黑的，能把死的说成活的。他随时欢迎他放马过来，但不要玩黑的和阴险的。而乔老爷子当年在微博上留下的那句“老天不公，欺人太甚”，到现在听起来都让人心碎。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，您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早上爬不起来，下午3点脑袋放空，晚上明明累却睡不熟。其实不是你老了，也不是你懒，而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，元气不够了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元气的方法，来自韩国锦山的参黄片。它选用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，经过传统的9蒸9晒，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，再用天然蜂蜜低温润制，做成一片一片的小切片，出门放口袋，累了饿了，开个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神拉回来。
黑参厉害在哪里呢？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，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、提升免疫、促进循环、帮助记忆，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健康食品的功效。所以你不是在吃零食，你是在补底气。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，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，不苦不燥，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。一天一片，慢慢把代谢和循环打开，精神会更稳，专注时间更长，脸色也会更亮，不容易累。如果您经常熬夜、久坐、出差，换季容易疲倦，这一盒就是你的口袋能量站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下单，输入大食局，享受主持人85折优惠。不要等到累垮了才想办法救，从今天开始，赶紧把元气、好气色、好精神慢慢补回来吧。说到于朦胧的死因，官方定性是酒后意外失足，但民间流传的版本却指向了一场精心安排的鸿门宴。网上现在热传，于朦胧出事当晚参加了一场有17个人参加的晚宴，这份名单里有演员田海蓉、编剧辛琪，还有那个很有名的导演程青松。这件事被扒出来后，名单上的人反应很值得玩味，大部分人都赶紧出来撇清关系，或者有所回应，唯独一个人，编剧辛琪彻底消失了。他一声不吭，把社交账号全部设为不可见。但他没想到，网友的手更快，早早保存，把他扒了个底朝天。网友扒出来，辛琪年幼时生活在湖北十堰，2000年突然变成了富二代，但他这个富来得挺有意思。他爸连初中都没毕业，却在那年莫名其妙地挤走了一个研究生，当上了驻邦公司的总经理。从那以后，辛琪就开始过上了人上人的日子。他在大学加个社团都是混日子的，一旦心情不好，家里立马送一辆路虎车哄他开心。2014年，他姨妈田海蓉把他接到北京，这下更是不得了，不仅零花钱多了，还专门有人陪玩。后来他还涉足山西太原和汾阳的矿产业，毕竟资源能源才是命脉。有传言说，他可能和中共高层某些家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甚至提到了习家。当然，这只是网传，我们没办法去查证这种顶级机密。但网友们发现，他的发迹史确实太像那种典型的红色权贵后代的发展路线了。这些人手里握着资源，握着能源，甚至想握住别人的命。2020年肖战被整的时候，程青松这帮人就带着辛琪参与了打压，那时候他们就展现出了极大的能量，连大院子弟都不怕。现在于朦胧人没了，而这个辛琪不仅没有受到任何调查，反而被保护得严严实实。这种沉默是不是本身就是一种答案？在娱乐圈，资本的傲慢可以说是无处不在。我们来看看另一件刚发生的事，刘诗诗的奖项被偷了。这件事虽然不涉及人命，但他把资本那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。就在12月6号，爱奇艺在澳门办了个尖叫之夜颁奖礼，有个奖项叫年度喜爱女性角色，这可是粉丝们真金白银投票投出来的。上个月底公布榜单，刘诗诗明明稳稳地排在前3名，杨幂也在前列。结果呢，颁奖典礼一开始，大屏幕上的排名突然来了个乾坤大挪移，刘诗诗直接跌出榜单，杨幂的名次也降了，奖杯莫名其妙地塞到了白鹿手里。全场都傻了，网友批评这是明抢，粉丝花了钱投了票，结果资本在后台改个数据，想给谁就给谁。最可气的是，爱奇艺事后的道歉声明居然说是技术性变动，这理由找的简直是在侮辱大家的智商。网友们气炸了，说连颁奖都能搞技术变动，临时换奖似乎成了大陆娱乐圈一些奖项典礼的惯用套路，一次次消耗着颁奖典礼本就所剩无几的公信力。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在这个圈子里，
规则是他们定的，数据是他们改的。如果你听话，给你点甜头；如果你不听话，或者挡了别人的道，轻则像刘诗诗这样被撤奖、被羞辱，重则可能就像于朦胧那样，连名字都保不住。歌手窦唯当年说的太对了。网友最近翻出了他早年的采访，说唱片公司可能根本不是什么公司，而像是特务机关，艺人完全活在别人的设计里，甚至可能面临人祸。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他疯了，现在回过头来看，他才是那个看得最透的人。面对这一张张看不见的大网，我们普通人能做些什么呢？我看到一个特别感动的消息，一位网友去邮局的时候，撞见了一对年近80的老爷爷老奶奶，他们步履蹒跚，却在做一件事，给北京寄信，帮于朦胧申冤。可见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越来越多，不分男女老少，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，不能让凶手做了孽还像没事人一样，要让他们成为过街老鼠，无所遁形。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执着？因为于朦胧真的不该是这样的结局。我最近看了一段他在2021年5·1期间拍的 Vlog， 真是感慨万千。那时候他回到了家乡乌鲁木齐，视频里的他像个还没长大的孩子。他说乌鲁木齐在他的印象里总是白色的，能闻到雪岭云山的清香。他说如果没当演员，他可能会留在家里当个摄影师，专门记录新疆的美。他拿着一个烤包子，笑得特别开心，说很香。他站在以前上学时常去的电影院门口，回忆小时候妈妈带他看电影的情景。他说坐在那里看大荧幕，会幻想未来的自己会不会成为荧幕里的人。他说光影间好像真的又回到了曾经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。那个时候的他一定想不到，在这个他向往的荧幕世界里，等待他的除了鲜花和掌声，更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。于朦胧的账号变成了乱码，但他的笑容在我们的记忆里不会变成乱码。乔任梁的父亲躺在病床上，但我们对真相的追问不能躺平。当资本可以随意篡改数据，当权贵可以随意抹杀生命，当一个鲜活的人变成了一个不能提的敏感词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遗忘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个世界不该是这个样子，请点赞转发这个视频，让更多人看到那个爱吃烤包子、爱看电影的于朦胧，让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大人物知道，正义也许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